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也是咱们这个11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的中长期走势。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支票是港股的中国中冶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几个问题来分析一下粉丝提供的这支票的这个案例。当前这支票中长期的走势筑底是否已经完成？24从1.2块左右开始向上的运行结构，它是反弹还是反转？那么中途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来展开本次的话题。那么在昨天我们一共是分享了5支票的案例分析，其中在咱们 B 站上更新的是美股的英特尔和黄金的整体走势。那么其他的像港股的辉亮科技、港股的美图以及美股的贝宝，我们都是放在了我们的会员群去更新。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会员群的共享机制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 QQ 来我们私下来详聊。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对于前期的走势做一个回顾。前期的下跌走势它就是一个三波形态。在这个三波形态结束之后啊，我之前也说过，调整浪结束之后向上，它要么是反弹，要么是反转。但是运行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无法去给它一个明确的答复，是反弹还是反转。所以按照保守的一个思路，一开始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反弹浪来看待。首先我们还是画出黄金分割，可以看到第一次的反弹它是接近了黄金分割 50% 的位置啊，这也算是第一波走势里面它的结构和包括它的幅度满足一个要求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筑底形态它出现的一个结构，1、2、3、4、5，出现了这个结构形态，那么预示着前期下跌的调整结束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至少会针对前期从相对高位到低位这一整波的行情展开一个反弹修正的一个走势。好，既然这个5波形态结束了，那向下它再次出现了调整浪的一个结构。这个调整浪的结构也是非常清晰啊，也是以往我给大家常说的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 WXY 的一个结构。因为可以看到其中每一波的走势基本上是以三波形态呈现的，并且它回撤的幅度也比较深啊，基本上是临近了前期低点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这个调整浪也结束了。那按照之前这2波走势的结构，我们就想到了调整浪里面符合这2波走势的只有一个535的锯齿，这也是我之前多次重复说的这个结构形态。那按照这个结构形态我们来说，那前期第一波反弹的 A 浪完结了，向下调整的双重三浪的 B 浪也完结了。那其实当下我们就处于这个 C 浪当中，那这个 C 浪后期整体的上行空间呢，保守点来说的话，还是看到黄金分割 50% 一线，也就是 3.50 附近。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这一波 C 浪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因为 A 浪和 C 浪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都会出现一个5浪推动的形态。那目前我们可视的角度来看，它仅仅是运行到了 C 浪的第3波上涨的一个预期里面。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整体向上还存在一个 C 浪4的调整以及 C 浪5的再次上涨，也就意味着这支票后期中短期向上还有空间，但是中途可能会出现一次大概1个多月、1个半月或2个月时间的一个 C 浪4调整，然后再次展开最后上 C 浪5的2次或者是最后一次向冲高。当然如果这个 C 浪整体向上的上涨幅度非常大的话，比如突破之前的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 4.75， 那么这个时候我或许会认为它已经从之前筑底结构结束之后的反弹浪的结构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反转浪的形态， A 浪就替换成1浪， B 浪替换成2浪， C 浪就有可能会替换成3浪。但是当下我们还是按照保守的反弹结构先来看待。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目前这个 C 浪3向上潜在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这里我们要将时间周期调整到周线图，要用到这个浪尺来测算一下 C 浪1和 C 浪3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
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我们看到了上方整体的压力目标啊，大致 3.15 啊，这是一个位置。从日线图从月线图来看的话，除了刚才的 3.15 向上还有一个位置，周线的一个压力目标 2.96。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结构划分来看，近期可能这波上涨走势会在 2.96 到 3.15 这个区域遭遇到比较强的一个压制，然后展开所谓的这个 C 浪4的调整。那也就是说，中短期的波浪段机会，我们必须是要等到这个 C 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才会参与最后的这个 C 浪5的上涨。当前这个位置，你如果进场去追高，你仅仅是做到了 C 浪3末端行情，上方的空间可能会比较有限啊，而且你的止损不好设置，盈亏比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可能直接一步这个 C 浪3冲到这个 3.5 一线啊？我们说这个位置有可能，但是同样它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保守或者是稳健的操作思路，一定是等待后期对应的结构形态出现之后，我们才会参与下一轮的再次上涨走势。那么这里已经下了一个定论，这一波整体的反弹形态不完整，向上的结构没有走完。所以如果你前期你在相对低位持有仓位的话，你是可以一直拿着的，等待最后这个5浪结构全部完成。但是如果你没有仓位，你只是想中途上车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最好等待 C 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再次去参与它上方的最后一波 C 浪5的上涨。所以这个 C 浪4至于会在什么样的位置结束，我们还需要等待这个结构完整的出现。比如说 C 浪3的高点，它出现在 3.15， 确实在 3.15 附近结束。那么到时候我们只需要画取这个 C 浪3整体高低点的黄金分割就可以了，然后找到下方 0.236 和 0.236 到382中值的这个区域，这就是一个潜在的支撑区域。这个位置目前来看是在 2.73 到 2.60。 当然由于 C 浪3的高点绝对高点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区域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不是特别准确，或者说是它刚才在所说的第一个位置 2.96 附近结束，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高低点重新修正一下。那这样得出的下方的支撑目标区域就会变成 2.58 到这个 2.47。 所以这个支撑区域由于 C 浪3的高点没有出现，它是一个动态，是一个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固执的或者说刻板的认为一定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动态的去看待整体后市的一个发展。这里只是教会大家我们如何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后期我们应该如何通过黄金分割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标价格支撑在位于哪里。找到了这个位置，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第二步，等待底分型十字星的出现。第三步就是用多少仓位，止损放在哪里，向上的目标。第四步，向上目标看到哪里。因为按照 2.73 2.60 来看的话，上方看到 3.5 的话，大致还有 0.8 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下方的防守呢，其实你放个 0.2 元或 0.3 元就可以，等于是它这笔交易至少它的盈亏比也是大于1比 2.5 的。好，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关于这个港股中国中冶的整体结构分析案例分析。那么这当中也是出现了这个经典的双重3浪的调整，以及向上反弹的535的锯齿形形态的这种演示。所以大家学习当中一定要把这些结构形态要认清楚，它能通过 K 线本身的语言告诉你很多有用的信息。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